段鸿山经常说一句话：“如我在所。”说着轻松，真想做到，不容易。老李啊，你说句心里话，就凭你对段鸿山的了解，在你内心是真的确定他是正当防卫呢，还是为了程序正义，我们就不能给予段鸿山实质正义吗？我们不是哲学家，我们认定的法律事实就是要讲证据。如果没有证据能证明段鸿山是正当防卫，那就是违法，在老百姓看来就是官官相护。看来对段鸿山正当防卫的认定就只能放在我们心里了。在你之前的案件中，你也给别人做过防卫过当或过失杀人的定性，当时你考虑到这些了吗？我有考虑过，如我在诉。这是检察系统对于我们每一名检察官在办理每一起案件时候提出的要求。我之前认为我自己做到了，一群人围在一起，深思熟虑，集思广益，站在当事人的立场上去分析整个的案情。但是今天我才发现，我并没有真正做到，我也不可能真正的做到，因为只有自己真的在那样危急的局面当中，当明晃晃的刀尖就在你的眼前，我才真正的明白，在那个瞬间，我没有办法拿出手机拍下视频留下证据，我也不能够冷静的去考虑我的反击行为是不是会给对方带来致命的伤害。可你段鸿山毕竟是检察官，我想问问在座的各位啊，在你们眼里，检察官到底是什么？检察官究竟是一个具体的人，还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是人，就不可能完美无瑕，也不可能永远不变。我们不能要求一个人永不犯错吧？这杀人偿命，天经地义呀！你就是说破大天，我也不能理解。就凭你段主任一张嘴啊，那人就白白死了，这说不清道不明的，老百姓也不能理解吧？难不成这法律就听你们检察院怎么说怎么是啊？就是，你再高深的法律，那也得让老百姓有一个最朴素的理解吧。各位，这个是段鸿山之前提交过的辞职信。段鸿山本人在这个案件中想要切割自己的职业身份，看到没？出了事了，想到辞职了，辞职就没事了。就是，我们司法机关也不会同意段鸿山现在辞职，因为刑法有相关规定，司法人员的身份在某些法条上算作加重情节。现在，请大家听一下嫌疑人段鸿山做最后陈述。杀人偿命，死者为大，这是成百上千年在我们脑子中形成的思维惯性。这种惯性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大家都认为死者是可怜的，我们也会想着希望法律可以狠狠地惩罚这个杀人的凶手。但实际情况呢，是在这类案件当中，真正的被害人是拿刀反击的凶手。我对今天自己的结果不抱乐观态度，但是我希望通过我自己的这起案件，能让更多的人
更清楚地了解正当防卫这个法条。我也希望我们的检察系统可以意识到，我们曾经对于正当防卫的判断标准过于严苛了。既然我们不能要求一个被害人是完美的，我们也要接受他在受到生命威胁时所做出来的选择。我坚信这个世间有正义，然而绝对的正义就像是一个完美的圆，人永远不可能画出一个完美的圆。那我们就能说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完美的圆吗？存在，它存在于理念当中。绝对的正义也仅存在于理念当中。在我们的法律中，正义是相对的，或者说是有瑕疵的。法律规定了我们该如何实现正义。如果我们不遵守法律，我们只遵循自己对正义的理解，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听上去畅快淋漓，但是这种实现正义的方式会带来更大的不正义。就像那句话所说的，是我们善良的愿望将人拖入了人间的地狱。今天面对我自己这起案子，我认可司法程序的正义，我也接受有瑕疵的正义。我说两句吧。光明之所以可见，是因为有人替你挡住了黑暗。作为一名本该在公诉席上捍卫法律、追求公正的检察官，现在坐在那儿。段宏山曾经为很多人挡住过黑暗，但他现在不能为自己带来光明。20年前，他选择信仰法律，直面黑暗，而现在，他却要因为当初的选择，遭受到更严苛的道德审判。那这个事情对段宏山来说，公平吗？公正吗？这是正义吗？检察官不仅是犯罪者的追诉者，也是无辜者的保护者。我们是应该惩治犯罪，但我们更应该做的是为弱者鸣冤，为苍生请命。所以坐在这儿的，无论是谁，无论他的身份是什么，我们都应该给他一场最公正的定性。因为法不能向不法让步，也因为有一个人曾经跟我说过，我们办的不是案子，是别人的人生。在此，我作为一名检察官，我承诺，我不会停止对那天真相的追查。一线的检察官不容易啊。是啊。龚检，您看什么呢？我在看在雨中飞行的小鸟。
经过刚才的听证程序，与会听证员一致认为，本案无证据证明段洪山的行为具有防卫性质，应当认定为犯罪。今天的听证会就到此。云空间里有视频。还有视频？当时我想过，如果周德龙的手机开通了云空间，那也许会在里面找到视频的证据。但是我们找过了，没有。在听证会开始前，书记员丁一的一番话，打开了我的思路。我让助理员去查，现在查到了。让我们一起看一看那篇的真相。这是周德龙用周玲的手机注册的云空间。妈妈，雨停了。是啊，雨终于停了。是悬崖的等候，走过路口，跌撞中自由，命运的对白，听不出来感受。是时候了，是时候从水底爬上来，好好喘口气，看看自己了。经听证会合议讨论，428东郊渔场杀人案，嫌疑人段洪山属于正当防卫，不予批捕。终于走到迷宫的出口了，满意吗？你的手续很快就办下来了。按照我对你短暂的了解，你会根据真相做出决定。因为我知道，你希望我们看到真相的另一面。这些天我待在看守所里边，试着用嫌疑人的心态去思考发生的一切。当我理清这一切之后，我才知道了幕后黑手真正的动机。他是要把我
和整个检察系统摆上天平的两端。其实，从你自首开始，然后你一直保持沉默，到你解除委托律师，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觉得你好像一直在保护一个人。我在想，你保护的是谁呢？后来我想明白，你保护的不是一个人，你保护的是我们整个检察系统。对吧？没你说的美大，我就是一个不知道怎么脱罪的人。很了不起。也许那个人想报复的也不是你，他想报复的是法律，是检察系统。这个人对法律有着很深的理解，有着缜密的思维，有着周密的计划。你早就知道这个人是谁了。你不也是吗？是你，是你一步一步的引领我找到他的。直播的弹幕有很多，你单单背了4条给我听，有2条还是你编的。你就是希望我能找到问题，发现是同一个人发的。你找到问题了？我不能让你失望。他把我放在和他一样的处境当中，也正是因为如此，让我找出了他。当我们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除了反击，我们只有死路一条。但是，一旦我们反击杀了人，又会背上杀人罪的判罚。在这个时候，所有人都会痛楚地问出那句话，包括我自己：除了反击，我该怎么办？
任。段主任。哎，段主任，要不咱先别回去，我们去吃个饭，我们去泡个澡，或者您去推个拿，你想去哪儿我们就去哪儿，行吗？段主任，先上车吧，去哪儿您定。对对对，我们先上车来。哎，就别沾泥手了，在里面就一直坐着，昨天又坐了一天，整个人都僵了，自己走走。那我们他心思缜密，精通法律，尤其了解正当防卫这一法条，所以才能设计出一台看似无益实则有益的器具。但是我怎么觉得你说的这个人很像你呀？在这生死攸关的一瞬间，你会去想自己的行为是合法还是不合法吗？你跟他说你要重启正当防卫这个法条。段主任，你没事了吧？没事儿，谢谢。行，我就知道您没事儿。哎，小心！都准备好了。李沐风，恭喜你获奖。这个其实早就想给你的，还好也不算晚。别急啊，我等你获奖感言呢。这儿也没有观众，也没有评委，你为什么要说获奖感言？我就是你的观众啊。好，那我就感谢在场的唯一观众来到我的展览。可以了。
拿吧。我想跟你一块离开这儿，去一个更广阔的地方，我们可以重新开始生活。你呢，就拿着你所有的作品，到海边去开一个玻璃工艺品店。我可以教人潜水，在海里，在海里就好像那些鱼一样。我会在车站等你。开车前你一定要来。伤痛，虽不知道如何安慰，但陪伴或许有用。只愿此刻风和世界能带走你的迷雾，我依然在你左右，像星光守着夜空，曾想靠近，怕太过用力，让你更难平静，不去打扰你的沉默，只静静守候。我知道你也渴望平凡安稳的以后，命运难测醒了一周，你的微笑依然，我相信你会找到属于你的路口，无论黑夜有多漫长，我都会陪伴你左右，永远。莹莹考上5院3中了，想给她做一副玻璃跳棋作为礼物，帮帮我。好。会做吗？看别人做和自己做，是完全2个不同的概念。得你教我呀。好。第一步是什么？第一步呢，先戴上眼镜，然后选一个自己喜欢的颜色，
接下来放在火焰的前端预热一下，等有一些发红了，就可以放在里面。为什么要这么做？你现在应该很清楚了吧？你是想看看，我作为一个司法工作者，面对和你同样的处境，我能怎么办？现在这个结果，算是你期望看到的吗？我是希望我们可以面对同样的处境，你最终被判正当防卫，可结果是，我们所面对的处境还是不太一样。你曾经和我说过，检察官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看来你不太喜欢这句话。你难道不觉着这么说话太傲慢？你不是法条，也不是法律，凭什么决定一个人的命运？正当防卫，说沉睡就沉睡，说重启就重启，依据是什么？社会期望和法治进步。是社会的期望，还是你自己的期望？你一个人就可以代表所有人的利益吗？为什么要牺牲我？如果把法律当成工具，那就寻求对我最实用和最有利的部分，然后就按照我的理解捍卫法律。如果把法律当作信仰，那就去寻求法律的公正与权威，跳出我的功利目的，相信法律是通向正义的道路。他不会来了。其实我本来是想阻止他的，但我知道，不到今天这样的结果，他永远不会理解14年前的良心。伤痛，虽不知道如何安慰，但陪伴或许有用。只愿此刻风和世界能带走你的迷雾，我依然在你左右，像星光守着夜空。曾想靠近，怕太过用力，让你更难平静，不去打扰你的沉默，只紧紧守候。